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Nick， 这是我们的 DJI 如影电影镜头复刻教学系列的第2集。在这集中，我们来讲解一下 Dolly In 相反的运镜 Dolly Out， 也就是后拉镜头。后拉镜头在传统电影拍摄中的使用方式，也就是将相机放在一个滑轨上，进行一个从画面的主体往后拉远的动作。那其实 Dolly In 和 Dolly Out 的手法使用起来是十分简单的。那最主要的还是要去学习什么时候去使用和如何在画面中更好的去使用。所以去分析学习电影运镜的叙事效果的作用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后拉运镜可以达到就是可以从同一个镜头中展现出2个构图的效果，从一个近景画面拉到远景画面，以此展现出画面叙事的因果关系，像是从人物身上拉远，进而介绍出人物所在场景和其他的环境因素，就像是在 Euphoria 中相机从 Lexi 的脸上拉远，展现出其实这一幕是他在舞台上表演的话剧，那就是在他的现实生活的记忆和话剧中来回去穿梭。Dolly Out带有的辅助叙事氛围的象征性意义与推入运镜完全相反。当相机从人物身上渐渐拉远，就好像是镜头带着观众逐渐远离这个人物，使得人物在画面中的形象逐渐变得渺小，强调出当时人物无助、孤单、失落的这些情感。像是当 Rue 在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人无依无助地走在街上，像是 Arthur 被欺负后一个人孤单地躺在地上。我认为这个效果可以给观者一种，就算我们希望可以走上去安抚一下人物，不想就这样子走远，相机还是逼着我们远离抛下画面中的人物，可以让观众更进一步的去同情你画面中的角色。我觉得在画面中使用一些比方说框架的设计构图或者运用你的环境来辅助你的构图、环境的设计，这些去辅助你的Dolly Out的运镜，我觉得整体的效果呢也会变得更好。像是在 Underground Railroad 中的人物的神情还有阴郁的环境的这些树枝的交叉和它的调色我都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加强了画面中忧伤的氛围。那这个时候，就算叙事才刚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角色发生了什么事情，观众就已经瞬间体会到了当时人物的忧伤，为接下来的故事进行伏笔。我们当时在停车场设计一个Dolly Out的镜头，当时的镜头是从拳击带的锁链的震动的这么一个 close up 特写镜头后拉到一个宽镜头，逐渐展现出 Brandon 训练拳击的整个大环境，还有画面整个氛围。当时设计分镜的时候，就希望就是能找到一个十分硕大的工业化的以及具有简洁明了的构图的环境来拍摄 Brandon 的训练。这样子在Dolly Out展现出大环境的时候呢，就可以体现出 Brandon 他独自一人半夜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训练的叙事。Yeah. Brandon, can you give him some advice? 说到这个拳击带，当时布置的时候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停车场没有可以挂的地方，我们当时就将这个80磅的拳击带锁在了Sam 的卡车后面，用卡车将拳击带慢慢的往下降，挂在了建筑物和画面的正中间，形成了框中框的中心构图。Yeah. How do I guide an 80-pound punching bag? Oh my god! 当时就是当成功的将这个拳击带这么重拳击带挂下来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Yeah, the punching bag was extremely heavy. It was a little bit scary, but anything for the shot, right? Is it good? Yeah. Good enough? No, Oh. more. Good?
那在后拉的时候，我首先将 RSR 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角度，这样就可以集中在锁链的这个 close up 上，然后一边往后退的时候，一边调整手腕，将 RSR 放置在 PTF 的模式，同时进行了就是倒立 out 和 tilt down 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样子便可以达到就是从锁链的 close up 画面运镜到 Brandon 全身的这么一个非常宽的镜头。同样的运镜，我们在 Brandon 在街巷里练习的时候也使用过。从明亮的街灯边拉出边 tilt down 到宽镜头，展现出 Brandon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中练习的这么画面。在洗衣房接着之前拍摄 Devontae 看电视的画面，也顺便从 Devontae 的身后拍摄了一个宽镜头的后拉，使用了电视和洗衣房窗外构成的 backlight，来体现出我们想要表达的 Devontae 当时的这些心情。那这些画面都是为了达到相同的叙事效果，增强观众对 Brandon 和 Devontae 的同情心。所以在日常拍摄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符合画面叙事的一些大场面的环境啊之类的，那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子的运镜来辅助你画面的氛围。后拉运镜我觉得也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场景的闭幕画面，那就像是故事说完了，相机带领着观众离开我们的人物和场景，可以很适合的给观众带来一种意犹未尽的感受。在我们作品中呢，我们为了营造出一个更加开放式的结尾的氛围，也就设计了一个从2个拳击手的空场景中缓慢拉出的宽镜头。空荡荡的场景没有了拳击手，但是他们留下的拳击套、拳带、电视这些道具，都仍然使观众能感受到他们奋斗不息的存在感。在拍摄车房拉出的空镜头的时候，当时因为是比较大范围的倒立啊，我们希望能得到最顺畅最稳定的画面，并决定使用了 Sam 的卡车来辅助我们的运镜。我当时就坐在 Sam 的车尾箱里，就这样举着 RSR， Sam 和 Ezzy 就一起慢慢的往前把这车往前推进，以车来当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轨道，这样子就是可以尽可能的使倒立奥的画面稳定，免去你脚步有可能带来的上下的抖动。Now that was really fun. 那以上就是我们倒立奥的教学，希望这节教学呢也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在日常拍摄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去学会如何使用你的倒立奥和环境的设计来更好的阐述你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背景关系，还有你的叙事。那我们在下一集在 Jib 和 Crane 的运镜教学里面再见了。